一代枭雄高欢的王妃娄昭君，先后为高欢生有6子2女。很神奇的一点是，娄昭君在身怀6甲的时候每次都有不同的梦境。那么怀高成的时候呢，梦见一条断龙；怀高阳的时候呢，梦见一条大龙接天连地，张口动目，势状惊人。生高衍之前梦见有龙在地面上蠕动；怀高湛的时候呢，梦见龙遇大海。生2个女儿之前都曾梦月入怀，运襄城柏林二王梦鼠入衣下。这段记载听着玄乎，却都是出自正史。话说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刘宋骨肉相残，南梁兄弟阋强，皇家内耗似乎始终是南北朝历史战歌中的主旋律。然而也有这样一对兄弟，哥哥少年得志，足智多谋，以强势态度掌控朝堂大权，为家族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弟弟样貌虽丑，却武力制霸，是继北魏拓跋焘后名震漠北的战争狂人，杀皇帝夺政权，一生荣耀抵不过后世评说。北齐南北朝皇帝寿命最短，残暴君王最多的王朝，就是出自这对兄弟之手。感谢您收看烽火赵东南，这是悠悠南北朝系列视频的第15期。片中内容选材全部出自官修正史，喜欢别忘了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北朝最强兄弟连高澄与高阳。众所周知，高欢在后世有着野史阿瞒之称。得势之后，先后纳入了众多宠妾，这其中包括大尔朱氏，原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皇后；小尔朱氏，北魏元业的皇后；郑大车出嫁北魏广平王元替，后被高欢纳为小妾；韩志辉，高欢少年时的初恋情人。高欢发迹之后呢，将已经守寡的韩志辉娶进了门。冯娘初为魏仁成王妃，再嫁尔朱世龙，后被高欢所娶。李娘初为魏成阳王妃，后从高欢。渐渐的老高家的后院从娄王妃一人独大，变成红飞翠舞，群芳争艳。然而花多了，总得有人施肥。于是长子高澄就趁高欢在边境剿匪之机，与自己的继母弟弟高润的亲妈郑大车拍出了爱的掌声。史料记载，高澄美姿容，善言笑，不仅政治上成熟早，在男女之事上也早早就开了窍。凯旋而归的高欢得婢女告密，这才知道15岁的儿子与小妾郑氏搞到了一起。盛怒之下，打了高澄100大板，关了禁闭，连带娄昭君也被隔绝了起来。看样子是动了废立世子的念头。好在关键时刻这个高澄机智的用密函向高欢的密友司马子如求救。司马子如到了晋阳之后照例拜见高欢，不经意间问道说怎么没看到娄王妃高欢也不加隐瞒，一五一十的把这桩丑事跟他说了。司马子如听完一脸没什么大不了的表情，说这有什么稀罕这种事睁只眼闭只眼过去就算了。我儿子萧难和我那小妾也有过一腿，家丑不可外扬，遮掩一下就过去了。王妃跟你可是结发夫妻，当初可没少拿家里的钱物贴补你。在怀说的时候，你挨了杖责，后背都打烂了，是谁不分昼夜伺候的你？从葛柔那儿一路跑出来，是谁染马粪煮马靴让你缓过来的？这种共同患过难的夫妻之情，怎么能说忘就忘呢？高欢听到这里沉默不语。司马子如继续说，且不说你们夫妻之间患难与共的情谊，闺女儿子都这么大了，就是看着娄领军的功勋，也不能轻易费力咱们书中暗表，这里的娄领军指的是高欢的小舅子娄昭。娄昭很早就跟着高欢，信都起事之后一直主领禁军。虽然没有太大的功勋，但是在军中却有很高的威望。听到这儿，高欢仍旧不说话。司马子如凭着对高欢的了解，知道现在火候差不多了，于是给出了足以让高澄逆风翻盘的建议，说
一个女子就像草芥一样，再说几个婢女所言也未必属实。他这一番话呀，让高欢彻底改变了主意，下令让司马子如全权审理此事。事后呢，在司马子如的安排下，这场郑大车事件被冠上婢女诬告，高澄因此得救。得知子虚乌有的结果，高欢很是高兴，马上召见了娄昭君和高澄。娄昭君呢，离老远就一步一叩首，高澄也是一步一拜，三个人抱头痛哭，和好如初。为了表示感谢，高欢专门设宴款待司马子如。席间，高欢激动地端起酒杯说：“全我父子者，司马子如也。”还赐给他130斤黄金。高澄本人呢，也挑选了50匹良马相赠，以示报答。早熟儿子绿老爹的故事啊，就这样皆大欢喜地收了场。应该说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腐败问题逐渐成了东魏的一大隐患。沙苑之战的前夕，大邢台郎中杜弼建议高欢整顿吏治，提议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欢就问说：“谁是内贼呀？”杜弼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欢不答话，但是他命令身边的甲士们张弓挟矢，举刀按槊以夹道。然后呢，让杜弼从这些甲士中穿行，还好心提醒：“放心吧，不会伤到你的。”杜弼没有见过这种阵仗，之下的是战战兢兢，汗流浃背。高欢见状，对其晓之以理：“箭虽著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即便只是如此，你已经顿丧魂胆。勋贵们之所以有今天的权势，都是战场上刀头舔血，百死一生换来的。就算他们有贪鄙之举，也是不能按照寻常惯例来处理的。”杜弼听后呢，很是恐惧，一个劲儿的叩头谢罪。其实对于官员贪腐，高欢不是不知道，他也不是不想整顿吏治，而是不能，至少不能由他来完成。经过郑大车事件之后，高欢再度重视起对高澄的培养，高澄的接班人地位从此稳固。天平3年，高澄入朝辅政，加领军左右京畿大都督。此时在邺城的文武百官眼中高澄是个毛头还没长齐的少年郎，来邺城不过是为了镀金。可是高澄呢，激略严明，事无宁滞，于是朝野震肃。元相元年，高澄兼任吏部尚书。自北魏崔亮以来推行的论资排辈的选官机制被高澄废除，为一大批年轻有才干的汉人大族子弟提供了出头的机会，广受士大夫们的赞誉。兴和2年，高澄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设吏部尚书。从536年入朝为官，到540年手握重权。在高欢父子的相互配合运作之下，原本属于门下省的各项政务都移交到了中书省。朝堂上文武百官的奖惩大权也都落到了高澄手中。一夜之间，19岁的青年高澄成为仅次于父亲高欢的第2位实际掌权人。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孝敬帝在兴和3年下诏颁布新法，实施了高澄带领群臣编纂的法律制度临止阁，为日后北齐时代的北齐律和隋唐律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呢，高澄大力整顿吏治，对那些窃据高位、无所作为，甚至贪婪无道、危害社会的勋贵们予以严厉打击。也基于此，在极短的时间里，高澄为自己累积了大批仇家，这其中就包括因为2名亲信被打击的侯景。为了展现自己的雷霆手段，起到震慑作用，高澄先是委任铁面判官崔先为御史中尉，而后呢，又将手伸向了高欢昔日的朋友头上。第一个中彩的就是曾帮高澄保住世子之位的司马子如。崔先弹劾的折子刚呈上来，高澄就将司马子如给扔进了大牢。不过一夜之间，司马子如须发尽白。经过审讯，得出结果，当年高王赐给司马子如鹿车1乘和1头拉车的牛犊，牛后来死了，现在只剩下1对牛角。除此以外，他所有的家财全都是贪贿所得。
最后啊，还是高欢亲自出面求情，高澄才将他从牢里放出来。不想前脚放他回家，后脚就撤销了他所有的官职爵位。四贵之一的孙腾仗着高欢的宠信，在邺城权势熏天。他自恃啊是高澄的长辈，见到高澄倚老卖老，被高澄命人从座位上揪起来，打到门外罚站。定州刺史射的干是高澄的姑父，大老远从定州赶到邺城拜谒他。高澄对他呢同样不假辞色，让姑父在城里候了3天才召见。除了高级官员被整治，次级官员同样好不到哪儿去，倒霉者悉数被杀，平庸者皆被开除。如此种种，一时间啊，东魏官员的贪腐问题得以大大收敛。朝中大小官员见到高澄啊，无不悚惧，再也没人敢冒犯他的权威。与此同时，这也使得高澄集团与鲜卑勋贵渐行渐远。孝敬帝元善见彻底沦为傀儡皇帝，朝政完全被高澄及其下属掌控。所谓福祸相依，高澄在邺城整顿吏治，权倾朝野，的确给有志青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让东魏朝堂变得更加有序。然而与这些相比，在此期间啊，由他引起的一场战争可比他创下的这些功劳要著名得多。武定元年2月，北豫州刺史高慎密谋叛乱，将东魏重要的虎牢关献给了西魏，人也跟着逃了出去。消息一出，东魏是一片哗然。高慎是高欢麾下大将高昂的二哥，从大哥高乾献出冀州开始，这兄弟几人啊就一直对高欢忠心耿耿。可是怎么就突然叛逃西魏了呢？史料记载，高慎原本娶了崔仙的妹妹为妻，不料夫妻俩婚后不睦，高慎就休了崔氏，随后呢另娶了陕州刺史李辉伯的女儿李昌仪。崔仙啊心中有气，不但给妹妹另找了一户好人家出嫁，婚礼当天呢还请来高澄到场祝贺。为了报复高慎，崔仙多次向高澄透露说高慎的心腹美艳动人。高澄是什么人呢？色心一动，连自己老爹的女人都不放过，哪里会在乎一个高慎呢？于是精力旺盛的高澄啊，借贺喜之名，挑了个高慎不在家的时候啊，跑去高府拜会李氏，想要借机非礼。但李昌仪奋力不从，拉扯的过程中啊，高澄还撕坏了李氏的衣服。很快高慎得知了这件事情，心中郁结，让高慎消极怠工。御史中尉也不好好干了，高欢一看这不行啊，给换个环境吧，就把高慎外调虎牢，出任北豫州刺史。赴任没多久，高慎就用虎牢关当礼物投降了西魏。高欢啊，知道此事因崔仙而起，气得差点就宰了他泄愤。幸亏高澄和亲信公曹陈元康的劝说，这才保住了崔仙一命。不过啊，也因为这件事情，东西两魏打破了多年的和平时光，重新点燃战火，而这一仗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邙山大战。事后由于高慎啊随宇文泰入关，将家人全部留在了虎牢关。宇文泰遣人去给守将魏光送信，却被侯景半路截胡，给魏光下了个逃走的命令。这让侯景啊白捡了个空城，顺便还把高慎的妻儿押回了邺城。作为高慎之妻，李昌仪本应该被杀头，然而高澄始终都在惦记着这位美娇娘。他盛装来见李昌仪，见面就问今日何如啊？李昌仪默默无语，两眼泪。为了活命，最后只好从了高澄。一转眼，时间来到武定5年，高欢离世，高澄继任大丞相、渤海王，都督中外诸军，坐镇晋阳。虽然在父亲离世后发生了侯景叛逃事件，但是此时的高澄已经到达人生的巅峰，当朝作相，听断如流，气度高华，聪明过人，完全是东魏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而和他年纪相仿的东魏孝敬帝元善见，却是截然相反的一番景象。多年的傀儡生活已经把他完全架空。高欢活着的时候啊，自恨背负逐军的恶名，
对孝敬帝极尽礼遇，充满尊敬之情。然而到了高澄这里，他对孝敬帝的态度则充满敌意。史料记载，此时的孝敬帝是容貌俊秀，文武双全，不仅臂力惊人，能夹石狮子，跳过宫墙，射箭更是箭无虚发，百发百中。由于他爱好文学，举止性情文雅从容，不少官员都认为他有北魏孝文帝的风范。面对这样一位不输自己的人主，高澄不得不有所防范。因此早在入朝辅政不久，他就安排心腹崔继书为中书、黄门侍郎，监视孝敬帝的一举一动，以致孝敬帝曾说：“崔中书简直是我的奶妈呀。”高澄也时不时的向崔继书询问，说：“那大傻子最近怎么样了呀？你可要盯紧了呀。”说有这么一次，孝敬帝和高澄相约出城会练，孝敬帝的马稍微快了些，随从就在后边喊道：“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这让孝敬帝十分郁闷，认为自己的皇权被高澄限制。还有一次宴会，高澄拿了一个特大号的酒杯敬酒，嘴上说：“臣诚劝陛下酒。”可实际上就是明摆着要灌孝敬帝，气得孝敬帝拂袖而起，说道：“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也不用这么活着。”岂料此举让高澄更为愤怒，脱口怒骂：“朕狗脚朕！”言罢还令中书黄门侍郎崔继书打了孝敬帝3拳。您想，这再怎么不济，他也是天子啊。第二天，许是高澄自己也觉得做得过分了，随即让崔继书进宫去慰问孝敬帝。待崔继书走后，孝敬帝有感而发，一边流泪一边吟咏着谢灵运的一首诗：“韩王子房愤，秦帝鲁廉耻。本自江海人，志意动君子。”孝敬帝以此抒发自己内心难忍的屈辱。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侍讲荀记听见孝敬帝吟诗，当即会意，打算与慈母郎中袁瑾、华山王袁大器、淮南王袁弘宣等人联手诛杀高澄。他们在皇宫中挖了一条通往北城高澄寓所的地道，想要透过地道对高澄进行刺杀。不想此事被巡逻的侍卫发现，告诉了高澄。愤怒之下，高澄不顾君臣之礼，领兵进宫前去质问。此时孝敬帝也不甘示弱，痛骂高澄要反叛弑君。经此一闹，高澄自知理亏，当即便哭着向孝敬帝叩头谢罪。当晚二人还痛饮到深夜，高澄才回家。不过千万别以为高澄就这么好说话，时隔不过3日，他就将孝敬帝幽禁在了韩章堂。带头谋反的荀记等人则被拉到闹市给烹杀了。武定7年，魏帝晋封高澄为相国、齐王，战败不明，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看过咱们前几期视频的都知道，这已经达到了人臣的最高极限，因此他准备让孝敬帝禅位给自己。于是找来陈元康、崔继书、杨殷3人密谋禅让事宜。时间是8月初8，地点安排在了邺城北边的东柏堂。就在高澄4人忘情讨论之时，家中的厨子蓝鲸正巧来送吃食，遭到高澄的呵斥。随即高澄跟众人提起昨夜梦到蓝鲸要杀自己，正琢磨想要除掉这个奴才。按照北齐书以及北史的记载这个蓝鲸本是良将蓝钦的儿子，被俘虏到北魏以后，因为擅长烹饪，就被高澄安排当了厨子。其父蓝钦曾提出出钱为蓝鲸赎身，被高澄一口回绝。为了这件事呢，蓝鲸多次向高澄求诉。最后一次高澄大怒，不但命人杖责蓝鲸，还恶狠狠地宣称再提赎身就杀了你。蓝鲸由此伙同党羽6人计划刺杀高澄。这次听闻高澄要杀自己，蓝鲸决定马上行动。他到后厨召集党羽，然后在石盘下藏了一把刀，随后谎称进膳，再次走到高澄面前。高澄随即大怒：“我还没叫吃的呢，你又进来干什么？”
蓝鲸一把扔掉石盘，露出明晃晃的尖刀，说道：“来杀你！”说着就扑了上去。由于事发突然，高成等人想四下逃散，哪知外面又进来几个蓝鲸的党羽。杨殷机智狼狈逃出，崔继书吓得躲进茅房。陈元康挡在高成前面反抗，被砍得肠子流了一地，不久后就伤重而亡。高成本人因为跳下床榻崴了脚，急忙钻进了床底。蓝鲸等人直接掀起床榻，一顿乱刀，让高成尸横当场。如此一来，万事俱备，即将称帝的高成就这样死在了自家厨子的刀下，时年29岁，史称东柏堂事变。高成之死一直以来疑点重重。首先第一个疑点是高欢次子高阳的反应。北史其先祖文宣帝本纪记载，文襄遇贼，帝在城东双堂，帝神色不变，指挥部分自栾斩贼而七七手，密不发丧。首先遭遇如此变故仍能神色不变，让人感到奇怪。其次未经审讯而直接斩杀凶手则更加蹊跷。第二个疑点是凶手蓝鲸的出身。按照北齐书的记载，他是良将蓝钦之子，但是翻遍梁书也找不到关于蓝鲸的任何记载。第三个疑点是案发现场的当事人崔继书。就在高成遇刺的几天前，崔继书曾当着朱贵的面流着泪凄凉地吟诵将军及下士不取一函存。而事发当天，崔继书刚好躲在茅房逃过一劫。他是不是提前知晓了什么秘密，又不能声张呢？第四个疑点来自于高欢第七子高焕。高成遇刺时，高焕在西穴听到宫中喧闹，惊道大凶必遭难矣，随后弯弓出门。他为什么能断言一定是大凶高成遇难呢？遗憾的是，北齐书《文襄帝纪》在宋代就已经缺失，现存本为北史和其他史料拼凑而成。除非今后有重大考古发现，否则东柏堂事变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高成在东柏堂遇害之后，一个神色冷峻的青年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就是高成的同母弟太原公高阳。高阳极为冷静地对外宣称，哥哥只是受伤，封锁死讯，密不发丧，并将高岳、高龙之、司马子如等人留在邺城，自己则率众回到晋阳，接掌兵权，主持事务。临行前，高阳入朝去拜谒孝敬帝。已经得知高成死讯的这个孝敬帝本以为这回权力势必会回归皇室，哪成想高阳竟带着8000甲士前来会面。会面之后，对孝敬帝说：“臣有家事，需即刻前往晋阳，特来向陛下辞行。”得到答复之后，高阳再拜，转身离去。望着高阳的背影，孝敬帝沉吟半晌，低声说道：“此人又似不能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回到晋阳后，为了笼络人心，高阳废除了高成在世时一些不便的政令，将一直大力整肃贪腐的崔先、崔继书每人各打200鞭子，发配边疆。很快，大权渐渐顺利过渡到了高阳的手中。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高阳就是老高家的异类。与美姿容、善言笑的高成相比高欢的次子高阳生的是其貌不扬，皮肤微黑，大脸盘、尖下巴，身上长有鳞甲，每只脚有2个脚踝，不爱说话，小时候还经常爱流鼻涕，甚至连大哥高成也没少寒碜他，还说过此人易得富贵，真不知相法该作何解释。说有这么一次，高欢丢给儿子们一团乱麻，让他们将麻线捋清，其他人都在埋头理线，只有高阳抽刀便斩，说乱者须斩。高欢深以为然，这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由来。长大之后，高阳虽表面木讷寡言，实则内心戏非常多。说这高成每每见到高阳的媳妇李祖娥，
貌美胜过自己的正妻袁氏，心里总是感到不快。高阳为李祖娥置办了什么好看的服饰好玩的小物件高成知道后总要想方设法要走。为此李祖娥很不高兴，高阳就劝他，东西没了还能再买，兄长既然开口要了，就别那么吝啬。每次退朝回家，高阳常常闭门静坐，经常一整天不说话，有时候还会光着脚来回奔月。李祖娥问他，他就说是胡闹逗你玩。高阳居住的屋子里曾有异光，李祖娥见了惊告高阳，高阳让他慎勿妄言。大哥高成原本对他多有提防，奈何高阳始终一副憨厚老实样。武定8年，大局已定的高阳公布了哥哥的死讯，孝敬帝下令厚葬高成，赐谥号文襄，高阳则逐步晋封丞相、齐王，加九锡书礼。自此北齐立国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悠悠南北朝系列视频的第15期。北齐因为高阳的关系，经常被称作禽兽王朝。高阳本人呢，则常常与残暴、荒淫、癫狂、禽兽不如等相联系。这位集禽兽、酒鬼、变态于一身的帝王，又有哪些故事呢？且听下回分解。